大家早上好，下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莫迪康。今天呢，也是如约去打这个加州扑克冠军赛的这样的一个 Day One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比赛，500刀的买入，有50万的保底，也是有非常多个不同的 Day One。然后这个比赛呢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如果在不同的 Day One 全部都打进 Day Two 的话呢，你每进一个 Day Two 是会有2000刀的赏金的。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可能会参加至少2次的 Day One，来看看能不能2次都进入 Day Two。前几次的视频呢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每次都买了3发，所以今天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不能1发2发就进圈呀。这是一个30分钟盲注级别的比赛，因为是一个周三下午4点多的比赛，所以到的时候还没有什么人。不知道等到过一会儿8点半解买的时候会不会人多一点。盲注级别400、800、800，起始筹码50个大盲。上来第一个级别直接开始坐牢，整个 level 放了2圈盲注，一手牌都没玩。我甚至知道这个 level 一共只打了19手牌，因为我数着呢。下手牌我们 CO 拿到了 A 圈苏 open 的2200，大盲是桌上唯二的2个 rag 之一，他选择跟注。翻牌圈10、6两张红桃，这个面我选择下了一个稍大的注码3500，大盲跟注。转牌草花5，不太改变牌力，大盲过牌之后我选择了一个接近满池的11000，这里我们不阻挡任何的抽牌，而且我觉得范围 equity 领先，大盲继续跟注。合牌红桃3，前门花到了，我们是在想大盲打多少我们会弃牌的时候，大盲选择继续过牌，那我们也是果断收档，赢过了大盲的 K 圈欧。下手我们在枪口 open 了 A 10苏到2200，被枪口加1贴身3逼到6300。在线下打 MTT 的时候，着装一般是衡量对手是否是 rag 的一个起点。这个老哥小帽子加 hoodie 加一个斜挎小包，留了一个小胡子，外形上感觉 OK。另外他之前有过一手奇怪的收档，但是感觉样本数没有大到可以让我们偏移，所以在这里没有过度弃牌。这里我们会选择放弃一些容易被对手的炸胡压制的圈勾苏、勾10苏之类的手牌，但是像 A 10苏这样 nuts 权益很高的手牌，且在对手sizing偏小的情况下，我们选择跟注。翻牌10、9、8一张草花，我们过牌，加一打了一个接近满池的13800。这里顶对后门花，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别的选择，因为对手之前有过打一枪就后面 check 2条街收档的潜力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可以 realize 比平时更多的 equity。转牌方片6 check check， 合牌方片3，我觉得这里没有偷的必要了。他转牌过牌，合牌应该没有能力再偷出来 AK 一圈了，能支付的也只有超队。过牌之后他也过牌，然后给我亮了个 KK， 感觉这里我们应该是输少了。这两手牌互相抵消，我们筹码量又下降到只有36000。不过打到这个时候也看桌上人玩了40-50手牌了，我发现这个周三下午的锦标赛神人非常多，半张桌子都处在一个不怎么会玩的状态里，唯二2个打得不错的被3个疯鱼无限乱拳打死老师傅。一个戴着湖人帽子的一个鱼，在自己有200个 BB 的情况下，翻前30个 BB 的跑马选择丢了 AK。我左手边是一个在前位 open 圈10 offsuit 被中位3B，然后在10叉叉的面选择 flop check raise all in 40个 BB 的圈10鱼。右手是一个白人小哥，无限认同这2个人的打法，我们暂且叫他小哥鱼。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告诉自己机会很多，不要着急，能中了再打就中了再打，不要翻前推进去跟他们跑马。下手牌湖人鱼枪口 open 2200，我们枪口加2看到1对9，本着能打翻后就打翻后的原则选择了跟注。这个时候大盲有个短码老头，约等于一个无效3逼出来的6400。湖人鱼想了一想跟注，我收住了自己想 all in 的手，也选择了跟注。梦幻翻牌9、10、4两张方片，老头选择 all in 11000，湖人鱼想也不想一个跟注。那我后手总共也就26000、27000差不多，你还能跑了吗？想了一下，我一个 all in。嘿嘿，结果他还真跑了，一个秒丢，说他自己是88。然后老头摊了一个 A8 草花，基本上是属于 drawing dead。转牌红桃5，合牌方面勾 always a sweat。但是果然捕鱼是一个讲究耐心的运动，我们筹码量来到了7万。这手我们在枪口开了 A 10苏到2500，大盲湖人鱼跟注。翻牌 A 勾9彩虹，我在这里打了2200，他跟注。转牌红桃6，在他过牌之后，我们在这边选择过牌控池。合牌方片3，他再次过牌，那我们这里要去打一点价值了。但是我感觉他手上的牌真的跟不了大注了，选择一个半池5600，但他连这个也支付不了 ，fold 了。小哥鱼一通操作，把自己的筹码操作到了只剩6700，在 CO 选择了 all in。我们在 button 看到了一手 A 10欧，3逼到15000隔离后面的人，然后小哥秀了个 A 勾欧。这个视频中间有一段没录到，但是不出意外输了这个4BB 的跑马。下一手 hijack 开了3300，我们在大盲防守了 A3欧，翻牌 KK 9 check check， 转牌黑桃8 check check，合牌又一个8，我有种预感他要开偷了，随后过牌，然后老哥想了一想打了5000，我感觉他这个故事线真的不是很完整，选择了抓鸡，然后他秀了一个55。
不久之后，小哥鱼重新买了一发，又坐到了我们桌上。这手牌他坐下来，在中位开了3500，我们在 cut off 低头一看 ，AA 啊，热烈欢迎。这些在快要解买的时候买第二发的人，一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，就是想赶紧翻起来。所以我知道，如果3B 他大概率会心一横直接推。所以这里3B 到了一个他不太想 call 的尺寸，13200。果然他直接推了4万，我们秒接，他是44。Oh, I have fake ones. I just need the real ones to hold. Yeah. 收下这个底池之后，我们的筹码量来到了11万8。我们桌上因为一直在淘汰人，所以大家的均码在解买的时候都比较长，都有个50BB 上下。解买之后总共82人，还剩37人，11个人进圈，9个人装袋进入 Day 2。第一阶段小目标只买1发完成。下手我们在大盲拿到 A6 苏 ，Low Jack 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老头 Open 3.5叉到7000。虽然这个开的比正常的情况下大，但是我觉得这里 A6 苏应该不在弃牌范围内。跟住之后翻牌勾84两张草花，我们过牌，对手也过牌。转牌方片5，这里我们卡顺抽那次花，选择半炸胡打了1万2。这里如果能够打走对手手上一些10、10、9、9、7、7这样的对子，或者打走其他一些更好的 A 嗨，肯定是正 EV 的。但是这边对手跟住，合牌草花圈我们击中了那次花，这里在思考应该打多少价值。对手之前有过几次收档，还是比较乐于跟住合牌的。然后在这里我感觉对手的手上应该没有花，因为在这个级别我觉得他们会在翻牌 C bet 他们的抽花一定对，所以他这边牌力应该不强。当下我们选择是打了3万6去找一些对手不相信的对子，或者是歪中了合牌这张圈的一些 K 圈 A 圈圈10这样的牌。但是现在仔细想想，我们这里的 value 还是很多的，打了这么大稍微有点激化自己的 value 范围，而且他能靠的牌确实也不多，可能在这边1/3池会更好。我们打出去之后对手弃牌，下手牌我们枪口加1开了 AKO 到6500， CO button 小盲大盲全部跟住，来了一个罕见的解买之后的5人池。当时我们已经想好了，不论什么翻牌我们应该都会 check 给后面，因为后面的这2位玩家他们不缺炸胡。翻牌 A14 两张草花，我们如约 check， 然后 CO 打了8000， button 跟住，大盲跟住。在这边我们想了一想，选择在这个我们范围非常有优势的面上 raise 到了5万5。这里我们的 value 应该是10、10和 AK， 炸胡的话是 Broadway 带草花的卡顺，然后他们1个、2个、3个全部弃牌。这手牌打完，我的码量也是来到了 184K， 大约 1.5 倍均码。然后在这个均码这么短的情况下拆桌了，我们桌上拆来了2个 300K 以上的。这下一手牌有那么一点小奇怪，我们在枪口加1开了 K 圈苏到9000，小盲一个刚坐下来不久的长马老头无效3逼到18000。虽然他是一个戴口罩的老头，但是 K 圈苏面对这个 sizing 不在弃牌范围内，我们选择跟住。翻牌 K97 两张方片，小盲 C bet 了17000，这里我们没什么别的能做的，常规跟住。转牌红桃2没有任何影响，小盲继续打了2万2。这个尺寸和这个底池比起来，在这个这么湿的面上其实有点小的不够看了，但是对于一个不熟悉的老头，我们在这里依然选择跟住。而且我们注意到这个老头在下注的时候手有点抖，不知道是因为牌大到他没法控制，还是说真的是在偷。合牌方片3花到了，然后老头选择打了2万，只有1/6个底池左右。我感觉这里他肯定不是花，但是我没有秒扣，因为感觉我也不赢他所有的 value。他这边有8个组合的 AK 和6个组合的 AA， 然后其实我也想不太出来老头在这里有什么炸胡的组合，可能有一定频率的4个 A 圈方片 A， 4个 A 圈方片圈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会不会有 A 圈走这条线。但是本着这个赔率7次对1次就行，我还是跟住了。我已经准备好他给我看 AA 方片 A 了，结果老头跟我说了句 good call， 然后放了个 A 圈方片圈，我们惊险收持。这手牌打完，我们码量来到了非常健康的 291K， 有大概2倍多的均码。下手一个不同的老头突发恶疾，在 cut off 直接推了9万出来。我们本来刚想让 dealer 点一下他到底有多少码，然后低头在大盲看到了一手 AK 苏，那也是不用点了，直接靠吧。然后老头是89方片， A9 suited? Yeah. 翻牌 K17， 让我们一个64开变成了73开。我们现在只需要躲开勾和6就可以接下这个礼包。转牌直接一张6，合牌5，还好我们现在的码量可以接受这样的波动。打完这手下来还有将近30个 BB。下面这手牌可能是这期视频争议最大的一手牌了。紧接着上一手，我们在小盲抓到了一手勾8欧，大盲有350K 的码量，几乎应该是整个比赛的 CL 了。我们在这边小盲选择 limp， 他 check back， 翻牌 A 勾6两张红桃，
这里在有 A 的面上是一个对小盲 limp 范围非常有利的翻牌，而且我们手上有这张红桃勾，我们选择0打5000，大盲跟注，转牌草花9，我们在这边继续打了12000，大盲想了一会儿之后选择 raise 到了33000，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恶心的地方。我们这边仔细思考它的范围，我们这里的勾肯定是变成了一个抓鸡牌了，它这边没有会比我们小的 value。不过第一，它翻前没有拧我们，在这个时间段这个码量分布，它大概率是没有强 A 的，甚至可能是任何的 A 都没有，所以这里唯一带 A 的2队可能是一个 A6，但是在这个翻牌上，我觉得它的 A6 会有一定频率的 raise， 因为我们30 BB 深，后续掉出来的牌很可能会让它的 A6 吃不满。那剩下的价值2队是勾9、勾6和6-9，我手上有一张关键的红桃勾，所以阻挡了它一部分的这些范围，以及它基本上永远不可能弃牌的勾叉红桃。第二，我觉得他是有能力在这里用例如 K 圈、K10、圈10、18、17、78这样的高 equity 牌做出炸胡动作的。我们虽然手上握有一张8，但这张8不是红桃，所以也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阻挡他的炸胡范围。综上所述，我当下的思考是，这里 turn 上如果用一个3B 可以打走一些有很高权益的抽牌，或者目前比我们大的弱成牌。在这里选择3B 到了8万，对手想了一想之后推了我们 all in， 很难受，但是只能是演了一下，然后选择了弃牌。对手也是非常友好的给我亮出了一手勾9欧，这一个尝试给我自己操作的有点麻了，好在后手还有 109K， 大概18个大盲依然可以继续游戏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场间只剩下17人了，我们又交了一圈盲，筹码量也是下降到了只有6万2。这个时候在 button 最好的情况是什么？没错 AA 他来了，我们留下了一个大盲之后 open 到了5万6，大盲思考之后选择 all in， 我们秒 call， 他是 K10 苏。King 10 suited. 哇，这个 turn 发的，我们要躲的东西好多啊 ！K 圈10， Oh, it's a sweat. 合牌一张草花5，我们成功顶住。这个时候30分钟盲注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。我们赢下这手牌之后，又回到了20个大盲左右。下手 hijack open 1万2，我们在 CO 小3B 炸胡了一手 A10 欧收持。这时候几个长马开始发力了，一连抬走了好多个15到25 BB 中间的中马，场间瞬间还剩13个人。我们在 button 故技重施，留了一个大盲之后推了 all in。大盲的老哥想了一会儿之后弃牌，没过多久 pop 就爆了。第二阶段小目标一发进圈完成。长盲来到了4000、8000、8000，既然已经进圈了，那也就不苟奖金跳动了。button 见到 AK 苏直接推了10几个 BB， 又是这个大盲的老哥，想了半天还是放我们走了。下手6人桌中位10 BB 推了89苏，之前干翻我们 AK 的就是这一模一样的这手牌，这次无人应战，右前卫开了一手 K 圈欧，再次收持，然后右双弱卓又是我在 button， 老哥在大盲，我又是 AKO， 又推他，他也是第3次选择了放行。虽然他也就比我们多不了多少码，但是老这么推他也不是个事儿，所以这次我也是比较友好的给他看了，谁让他每次在决定要不要 call 我们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纠结的。没过多久，装袋的泡泡也破了，我们最后也是成功以16万3的码量成功装袋。第3阶段小目标一发进 Day 2完成。如果我们 Day 2回来是同一个 level， 我们应该是有16个大盲。如果之后几天 Day 1的人数比较多，装袋的早，我们会倒退回去，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有20多个大盲了，还是非常有空间的。这一次走出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终于是能开心一点了。Day 2是周一，我们到时候再见。